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猪膀胱，在过程中膀胱会不断的长大，就像气球一样，好像快要爆掉了。猪膀胱原来这么有弹性，好想戳破它。好，那你要压这个2个小时后的。哦，紧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RAW吃到的法国经典料理膀胱鸡。这道菜很酷哦，你看长得像气球一样，里面其实是一整只鸡，而这个呢是猪的膀胱哦。那你可能会联想到台湾的鸡仔猪肚鳖，但法国的做法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就要让江正主厨本人来亲自示范给我们看。那有关RAW的夏季菜单，我会有另外一集来做讲解，也请大家期待喽。根据江正成主厨的说法，膀胱鸡是法国200年前诞生的舒肥料理。这次我很幸运的是，拍摄到江正成主厨亲自示范古法膀胱鸡完整的过程。江正成主厨这边准备的是体型比较小的春鸡，一般来说膀胱鸡是用全鸡来制作，而传统上在法国会用布列斯鸡。不过RAW这边用的是春鸡哦，它能够减少烹调的时间，我觉得也是蛮聪明的做法。那它的做法是把黑松露片塞到全鸡的鸡皮底下，用棉绳捆绑鸡的四肢，这个动作叫做 trussing。trussing 可以把鸡的表面变得平整，让它烹调的时候更均匀，也能够让鸡在烹煮的时候比较不会缩水哦。这个调味要很精准哦，因为放到膀胱里面就不能更改了。这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猪膀胱，这个已经先经过清洗，然后把它吹大，再风干。那使用之前呢，还要用水把它冲软，才能够再把整只鸡放进去，所以其实非常的高杠。接着要放进去一个很重要的食材——茴香头。茴香头它有一种八角的香气，我觉得跟这个鸡汁啊还有奶油非常搭，然后和松露也是很搭配。它有一种草本的这种清凉的感觉哦。江正主厨还特别搭配了麝香葡萄，我觉得这个很有巧思，传统上不会有麝香葡萄。因为它等一下还会用一个调味是酸葡萄汁，所以它特别用麝香葡萄来呼应这个酸葡萄汁的果酸跟甜味。调好味与高汤、奶油、酸葡萄汁、茴香头一起放到猪膀胱里面，然后再撒上 tarragon 龙蒿。传统上，厨师会对猪膀胱吹气，再用棉绳把开口绑紧，进入加热程序。那这天江正主厨也是这样示范的，不过大家别紧张。客人吃到是改良版，用耐热玻璃纸取代猪膀胱，也没有嘴对嘴吹气，大家可以放心。里面要有一些空气，等一下呢，它才会慢慢的长大。江正主厨接着把猪膀胱放入装有热水的铜锅中，从摄氏100度开始，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这么久。怎么判断里面的鸡熟了没呢？其实就要去按压这个膀胱的表面，看它的压力，看它紧不紧。在过程中，膀胱会不断的长大，就像气球一样，好像快要爆掉了。那你看它越来越紧绷的时候，里面就越来越熟。猪膀胱原来这么有弹性，好想戳破它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让我们拍2个小时，他有换一个已经快要煮好的。江正主厨有叫我去比较一下刚开始煮跟快要煮好的2个猪膀胱，按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真的耶！好，那你要压这个2个小时后的。哦，紧致。前面的就是松松的，快要煮好的就已经很紧绷了。开始加热到最后，其实它只有在一开始有用瓦斯炉来加热这个水，那之后就要离火，让水的温度慢慢降下来，50几度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鸡要煮熟的时候。最后，整只膀胱鸡呢是要在客人面前被剪开的，所以江主厨也说这个是一翻2瞪眼的料理啊！一剪开，
这个鸡就必须是烹调完美的状态，它的熟度必须是刚好的。如果没熟或者是太熟，都很糗。所以这是一道很考验功夫的料理。很美哦，而且现场香气真的超棒的，一打开来就有那种茴香头啊，还有龙蒿的香气冲出来。膀胱鸡现在越来越少人做了，在法国也是如此。江城人厨说，失传的原因在于制作太费时间了，猪膀胱也不好取得，又很要求厨师的功力，所有的调味必须在最前面就完成，一定要精准，之后就没办法试味道了。以上都说明了制作膀胱鸡有多困难。那国宝膀胱鸡只是示范用，我们客人真正尝到的是个人版1/4只的纯鸡，用耐热玻璃纸来烹调。那若因为是一间大餐厅嘛，一个餐厅要服务70个客人，你要怎么样一次烹煮大量膀胱鸡呢？江主厨就说，若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大大的温水游泳池，用4只舒肥棒来恒温加热那些耐热玻璃纸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差不多这桌子这么大的那个游泳池，温水游泳池，然后我们就要一直淋，就这也是这样淋出来的。从这道菜开始之后，才有疏肥料理这件事情，就是隔水间接的方式，让那个肉很软嫩。所以是这样子做出来的，膀胱鸡也要现代化。那我非常喜欢这道膀胱鸡，它的味道很棒，奶油、茴香头跟鸡汁经过烹煮之后很鲜很香，酸葡萄汁 verjus 它也有利落的酸味，让整道菜更爽口。茴香头的八角气息把奶油变得轻盈，和酸葡萄汁也产生共鸣。至于膀胱鸡的典故，可以追溯到中古时代的法国，后来在19世纪末，由里昂的妈妈名厨 La Mère Filot 发扬光大。那 La Mère Filot 在法国料理史上也很特殊，除了因为是女性，也因为她后继有人。她的弟子里有另一位传奇的厨师，也是一位女性，那就是 Eugène Brassier。她曾经破天荒在1933年成为拥有米其林6星，也就是有2间3星餐厅的大厨。而 Eugène Brassier 的弟子里面还有一位具有传奇性地位的人物，就是现代法国厨神 Paul Bocuse。很多人以为膀胱鸡是 Paul Bocuse 的名菜，追本溯源，里昂的优秀女性才是100年大树的根基。这次跟大家介绍膀胱鸡，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吃到真的非常难得哦。虽然它是最后用改良的做法，但是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正统经典。还有这个江主厨自己的创意，我觉得是很适合若做的料理。你如果还想知道其他法国经典料理的故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再来为大家讲解哦。也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